今天天气还挺好的，很适合嘎蛋，正好可以给大脸盘子安排上。那个小胖睡得跟大癞蛤蟆似的。哎，乖，你在屋里待不住了是吧？啊，院子还没装修好呢，不能出来。回去。大脸盘子又在这舔毛呢，该嘎蛋了啊！你这几天在我这好吃好喝的，该交伙食费了啊！把蛋蛋交出来。随便你，拿去吧，反对也没啥用。还舔，你是淡定哥你是？到医院给他一称体重11斤。作为一只小流浪啊，他是真的给自己照顾得很好了。嘎完了，本来嘎蛋就烦，回到家以后还不能吃饭，他就更不高兴了。欺骗俺的感情。他暂时不能吃，那就先给其他猫开饭吧。来啦，吃饭啦！把猪食草拿过来。他们是真的都饿了，一个个在旁边都嗷嗷的。这个是麦弗迪的 buff 烘焙猫粮 ，buff 丛林食谱唤醒犬毛天性，里面精准配比了肉骨内脏，鲜肉含量高，还特别添加了6种天然植萃，营养均衡的同时对猫咪的肚肚也很友好。重点是麦弗迪大品牌，自有工厂，创新研发能力强 ，buff 呢又是他们家的高端线，给猫咪吃起来很放心。唐老二，你咋不吃呀？啊，别人都忙着吃呢，你就搁这睡觉，快点起来吃饭。哎呦，你跟个拖拉机似的，快吃饭去。大脸盘子还搁这不高兴，别琢磨了啊！你2个蛋蛋换永久饭票，哎，多划算啊！啊！大嗓门子，你看不看啊？我就看，刚吃完就往窝里一躺，你怪不得你胖呢，臭猫！你才胖呢，臭人！又来给大家汇报咱们新的猫咪小院的装修进展情况了。现在呢，2个院子已经完成打通了。之前没打通的时候，院子只能看到一半，这不明显。现在呢，可以看出来1000平的空间还是很大的。院子里面现在各种东西都在拆，所以有点乱。阿条，院子够你玩了吗？这2天呢，这个泳池也要开始拆除了。拆完之后呢，这边会留一个大的经理池，所以呢，他们还是有能玩水的地方。再来看看这群臭猫都在干嘛。这个图图，我一过来他就开始卖力的擦玻璃，感觉就是故意擦给我看的。涂师傅，你擦半天玻璃还是脏的，扣个罐头。哦，心真黑。不丢，你怎么吐个舌头在这儿啊？不丢现在来咱们小院也有段时间了，之前他不是有点小毛病吗？正好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就带他再去复查一下。一起带来体检的还有抹布，他一进医院腿就软了。看来还是挺聪明的，知道来医院准备好事儿。上个月我们不是和蓝氏一起发起了第7季的蓝氏21天喂养体检计划吗？这次活动一共有160只毛孩子参与，铲屎官们借这个机会更加了解了自己家毛孩子的身体情况。毕竟毛孩子不会说话，大家也要养成科学喂养和定期体检的习惯，这样才能让毛孩子都健健康康的。既然体检没问题，那就可以带他们回家了。回来给他们喂饭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以前做的这个猪食槽啊，已经明显不够用了，他们都得排队吃饭，看来得重新给他们做一个了。吃饱了以后，这群小家伙都排着队蹲在门口看院子，明显啊都很想出去玩。别看了，等院子装修好了，你就都能出去了。太好了！刚才八条他俩又疯狂按出去玩，催着我给他们开门。猪车刚到家的时候还不到8条一半，现在一转眼他都快30斤了。8条不是一直都看不上其他猫吗？所以每次放它出来玩，它都离猫屋远远的。猪蹄儿呢就完全不一样，我只要一开门，它就往猫屋里冲，然后一趁我不注意，它就把猪食槽里面的猫粮舔的是干干净净。大脸盘子看到猫粮被它吃完了就很不爽，上去就要揍它。刚把猪蹄儿弄出去，就看着有点乖，又开始找事儿了。他就是个新进的刺儿头，逮谁聊骚谁。这边短短刚认输，他转头又过去欺负厚脸孙子。在干嘛？哎呦，还挺辣！大壮是咱们小院第1只猫，他是真正的老大，但是他面对有点乖这种神经兮兮的猫，也是无可奈何。干什么瞪着眼睛看着我？山鸡哪能配凤凰呢？你神经病吧？但是作为老大，这面子还是要找回来的，所以谁路过谁就倒霉了。你有病啊！打我干嘛？
打了他就不许打我了哟。然后我还发现啊，这猫群里面老大的地位就是不一样，大壮老是能把其他猫叫过去跟他一块睡觉。那个大壮一只眼睛睡觉，一只眼睛放哨，生怕汤老五跑了，给老五吓的。没事，老五，我在这呢，你走吧。好嘞。那个臭大壮，你看那个表情明显很不爽。这边刚把汤老五弄走，一转眼他又把有点短整过去陪他。啊！大壮，你手往哪儿放呢啊？本来我还以为短短是受害者，后来才发现他是主动送上门的。而且啊，他不仅对大壮投怀送抱，有点乖拉粑粑的时候，他还会屁颠屁颠跑过去帮他埋猫砂，妥妥就是一狗腿子，两边势力都不得罪。团团，你怎么那么狗腿啊？咱们小院的猫已经不知不觉都快30只了。之前给他们做的猪食槽是明显不够用了，所以呢，我又买了根2米多的竹子，打算给他们重新做一个更大的。因为竹子比较长嘛，所以要先用锯子把2头超出的部分给锯掉。这里要提醒一下哈，没有操作经验的小伙伴不要模仿哦，小心受伤哈。原来的猪食槽也是竹子做的，但中间这个竹节啊，因为时间长了全都碎了，而且清洗起来很不方便，所以这次我就打算给他们改良一下，直接把竹节全部都去掉。先用大铲刀去掉大块的部分，再慢慢用小铲刀修平整，最后呢再用砂纸打磨一下。每一个竹节都要这么操作一遍，其实还挺费时间的。竹节都清理干净以后，就可以做碳化处理了。碳化以后防腐防虫，能用的时间更久。之前那个猪食槽就是处理好了，所以用了1年多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不过竹子它是圆的，放在地上就会来回摇晃。之前那个猪食槽我是在2边固定了木块，但那样不美观，而且太矮了，猫咪吃饭也不方便。所以我思考了一下，决定用另外的半边竹子做2个支腿儿。先用锯子锯出2个一模一样的半竹筒，在竹筒的中间位置找2个点做好记号，然后再用锯子沿着这做好的记号在竹筒上开个槽。因为锯子太大了，最后还得用铲刀把这个槽修出来。做好以后的2个支腿也得做碳化。全部都弄完以后，我把食槽放上去试了一下，刚刚好。猫屋里这些小家伙都眼巴巴的在这看着，估计都迫不及待要开饭了。支腿没问题，还得用钉枪把它固定好，最后用水清洗干净再晾干就可以用了。只要我一开猫屋的门，猪蹄就特别激动，直接往里冲。不过他这次刚进去就挨了大脸盘子一个大逼斗。上次猫屋里的猫粮不是都让猪蹄给吃了吗？看来这大脸盘子还挺记仇的。我没有。猪蹄你再不出去，俩不求了。猪蹄还是很精的，一开门他就赶紧跑了。虽然看起来简单啊，这个猪食槽我也是做了5、6个小时，所以院里这些猫都饿坏了，就赶紧给他们开饭了。给他们吃的这个是咱们8条和新时代联名的冻干小奶枣，里面添加了法国进口的高纯度猪腿蛋白，配方营养符合国际3标，独立的包装，好投喂，好保存。这小奶枣掰开就能看到，外面是奶，里面裹着肉，特别香，而且它是主食级别的，适口性很好。新的猪食槽有2米长，差不多就刚好够用了。其他的猫都吃完了，就大嗓门子自己还在这慢慢吃。等它吃完了，大脸盘子又跑过来，在同一个位置继续吃。咱们院现在最胖的就是他俩了，看来胖是真的有原因的。而且我发现胖猫就爱跟胖猫玩，浅浅躺在地上扒拉大嗓门子，它是无动于衷，径直就朝大脸盘子走过去了。然后这俩胖子就这样面对面趴着，跟开会似的。你俩干啥呢？交流长胖心得是吧？我们才不胖呢，只是脸圆。就是。咱们新的猫咪小院这边有一棵干枯了很久的柿子树，我们搬过来以后，它居然又突然发芽了，而且长得很快，感觉这个寓意很好，所以装修院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留在了原地，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逢春。冻梨最近吃饭不太好，可能是短短感受到了冻梨不舒服，所以一直啃猫柜的钥匙，想把它放出来。今年2月初，我们在原来的猫咪小院的家门口收到了一个包裹，打开以后就看到了冻梨。它很乖，只是吃东西的时候明显不对劲儿，后来就查出了口炎。这8个月来，我们尝试了各种方法保守治疗，但效果都不明显。看它这2天又不好好吃饭了，就还是决定带它去医院做全口拔牙。因为猫咪进食主要是靠吞咽，所以拔牙以后只要不喂大块的冻干，影响就不大。手术很顺利，它还需要再住院1周观察一下。它隔壁的房间里是正在住院的吵吵，
炒炒现在对医院的地形都已经摸熟了，出来玩够了，他就会自己回到隔间里。炒炒现在恢复得很好，体重也长了很多。他大概还需要10天左右才能停药，停药完之后再观察一段时间，没有问题就可以出院了。1周以后，我们来接冻梨回家了。刚到家，他就被小伙伴们团团围住了。看得出来，短短确实很关心他。没事呢，他就蹲在隔离柜的下面盯着冻梨看。所以我就放了个凳子在柜子旁边，这样短短就可以时不时跟冻梨打个招呼。有同伴的关心，相信冻梨很快就能完全康复了。刚才八条他俩又在屋里疯狂按出去玩，没办法，我只能放他们出来溜达一会儿。正好呢，也让八条当监工，看看院子的装修进度。八条，我们到旁边看看去。当监工，八条还是很有经验的，毕竟咱们之前的猫咪小院就是在八条的眼皮子底下一点点盖出来的，所以新的猫咪小院也得他认可才行。新院子特别大，围墙又特别高，所以盖的速度确实没那么快。等围墙弄完了，也得让八条过来验收一下。主要是因为他脑子好使，如果他研究不出来出逃路线，那其他猫也就出不去了。我不是不让八条和猪蹄出院子吗？然后他俩就假装追来追去的，追着追着就追到院子门口的湖边了。我有时候感觉他俩戏是真的太多了。不过碰巧晚上在湖上会有打铁花表演，我就陪他们在湖边待了一会儿。天黑以后，打铁花就开始了。1600度的铁水在空中绽放，真的只有亲眼看到才能体会它的美。猫屋里的小家伙们也全都被吸引过来，在门边盯着看，这应该就是非遗的魅力了吧。打铁花最后还有个不一样的表演，就像是一只发光的蝴蝶在水面上起舞。火树银花是中国最古老的烟花，有了创新，也能让这些非遗更好的传承下去。看完表演了，也该回来给猫屋里的小家伙们开饭了，估计他们都饿坏了。开饭啦！给他们吃的这个是麦麸迪的 Buff 烘焙猫粮。麦麸迪尊重犬猫天性 ，Buff 丛林食谱科学配比肉骨内脏和天然植萃，给猫咪完整的猎物饮食结构，一口吃下的是整只猎物的营养。丰富的饮食结构激发猫猫体内原生菌群的防护力，给猫咪带来长期稳定的状态，所以给它们吃起来很放心。其他猫很快就吃完了，然后就剩个大嗓门子还在这嘎嘎炫饭。虽然现在没牙了，但也完全不影响它干饭。冻梨前几天不是也因为口炎刚做了全口拔牙嘛，然后他的精神状态都还挺好的，不过他嘴巴里面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，所以吃饭还不是太多。不丢现在猫癣好了，嘴巴也好多了，每天吃饱了就懒洋洋的趴在那养老。不丢，你吃饱了就睡啊？不想动。看完不丢回来，我就发现大嗓子也吃饱了，然后呢，他就和大脸盘子两个胖子在那互相挺。上次我就说嘛，胖猫就爱跟胖猫玩，你才胖呢。猪蹄刚到家的时候也就8条1半大，现在是直接比8条大了一圈儿。他这名字是真没取错。猪蹄，过来称个体重，来，上来。你太大了，你坐上来。对呀。哎呦，你都30斤了啊！你这是个小猪啊，你啊，你可不能再吃了。8条也来称一下。来，我看看啊。7.3公斤，14斤半。我们8条体重保持特别好，是吧？之前老有人说8条胖，其实我们8条身上都是腱子肉，好吧？我们一点也不胖，是吧？那我们8条要继续保持哈。来，你接个脚。对了，8条真乖。可能是刚才我说完猪蹄的不好意思了，然后让8条来按吃。还按这么着急，感觉是猪蹄让他按的。8条，你是真想吃吗？还是想出去玩？我就知道。你先吃啊，等你吃完了我带你出去玩。来，猪蹄。好吃吗？再来一颗啊。咋没尝着味儿啊？给。哎呀，真香。哎，你骗狗呢？你的手里啥都没有，快给我拿！这个小奶枣可香了，一掰开就能看到，外面是奶，中间裹着肉，而且它是主食级别的，猫咪和狗狗都可以吃。哎，尝一个吧。而这个小奶枣呢，还是8条和新时代联名的，上面有8条的照片，这个品质很好的，里面添加了法国进口的高纯度乳铁蛋白，配方营养符合国际3标。
哎，好吃吧？来，再来一个。真香。啊，再来一个。啊，啥？狗急咬人了啊？谁让你一直骗我？好，松嘴，松嘴，我给你拿，我给你拿，啊，我给你拿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狗都不信。臭八条每次进院子都爱待在鱼池旁边。这2天院子就要开始挖新的锦鲤池，原本的这个池子就得拆掉了，所以今天呢要把里面的鱼全都捞出来。把鱼捞上来之前，先整个备用的鱼池，好让他们暂住一下。鱼池才刚弄好就被八条当玩具了。放水的时候，八条他们全都围在旁边看。小胖呢可能以为我放水是为了给他洗澡，然后他就兴奋地追着猪蹄儿满院子跑。为了抓鱼，还得把鱼池里的水先给放了。等水变浅了，大鱼没地儿藏了，就很好抓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我们水池里还藏了一条大黑鱼，怪不得小鱼苗的数量明显变少了，估计都是进它肚子里了。为了其他鱼的安全，最后我们还是给它换了个地儿，因为鱼池太脏了，水放到一半就被堵住不下水了，剩下的小鱼就特别难捞。哦，那一个小鱼，能捞这会儿，屁都没有。你现在掏粪，你知道吗？好滑。你摔就摔，别溅我一身。想上了一只小鱼，交给你了。别动！啊！对不起，说谢谢你。你别摔死了。好了。等鱼捞差不多了，八条就趴在鱼池边上盯着看。可能是因为想到自己上一次为了抓鱼掉到水里把身上都给弄湿了，所以他就迟迟没有动手。这只大锦鲤看八条不敢动手，反而主动游过来了。他这一主动送上门，倒给八条整不会了。还得自己上门送鱼头的，这鱼脑子肯定不好，不能吃。啊？你给它放水里试试。后来小助理从旁边泥坑里捡到了一条鱼，它都已经干巴了，但是鱼鳃还在动。看到它生命力这么顽强，我们就整了一个制氧机，给它单独放在了盆里。到了晚上再去看它的时候，它居然还真活过来了。那一刻就感觉生命真的很神奇，希望它能继续坚强的活下去。再过段时间锦鲤池修好，他们就能一起搬到新家里啦。好久没带八条去逛商场了，今天打算带它跟猪蹄儿一块儿出去。八条出门是早就习惯了，一上车他就找了个舒服的位置开始睡觉。猪蹄儿呢没出过几次门，所以还好奇的到处看。一到商场，他俩就开始逛起来了。刚开始猪蹄儿走慢了，八条还会等一等他。逛着逛着，八条就自己跑到前面去了，然后猪蹄儿追他的时候还一头撞到玻璃上。八条一直都是社牛的性格，平时带他出来玩他都可开心了，基本上是路过的每一家店他都得进去逛逛。而且我发现他好像还真喜欢粉色，要么是粉鞋子，要么是粉衣服，反正看到了就坐下不走了。后来他又去家店里面看了个粉帽子，让他走他就是不干，还跟小孩似的直接耍赖躺在地上了。旁边的导购小姐姐都看呆了，估计就不给买东西就耍赖的小孩是经常看到，但不给买东西耍赖的猫她是第一次见。从店里出来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小姐姐，她带着一只被宠物店遗弃的猫猫过来找领养。其实这次我们来商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，就是我们和兰市的微光计划一起发起了流浪猫的领养活动。河南这边有很多高校的猫猫都被送了过来。这一只呢是河南师范大学的安安，她的性格特别好。他问我们这个长得丑，他说你礼貌吗？长得丑。其实这个比较客观。长得很有特色。对，我们长得丑，我们先领养。真无语。不仅有长得丑的，据说他们校花也被绑过来了。大大的可摸2个字，
这只叫吐司的猫，一看就是被太多人摸了，都已经生无可恋了。为了保证毛孩子们的安全，我们这边会审核领养人的信息，也需要签订领养协议，并且会进行后续的回访。希望这些小家伙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。我们还把之前定做的车贴也带了过来，让八条和猪蹄儿在这边守着摊位，给大家发车贴。八条，我可以领车贴吗？在活动现场，猪蹄儿也交到了新朋友，看到有新的小伙伴，八条也赶紧跑过来凑热闹。你要对我们八条做什么？差点失身了是吧？失身了，差点失身了，哎呦，真无语。我有时候感觉八条真的把自己当人了，他老想吃人吃的东西，就连我们包包子用的那个面粉，他都要尝尝。其实啊，能看出来他根本不爱吃，但是因为这个是人吃的东西，所以他就还是要尝一下。平时我把它放到猫屋里面，他从来不跟其他猫玩，因为他看不上别的猫。一进去他就催我给他开门，让他出来。前天挪威亚克的总裁麦特斯来咱们小院做客，我们专门给他准备了中国的特色辣条，然后就被八条看见了，让我也尝尝。毕竟辣条是辣的呀，他可吃不了，所以麦特斯就给他喂了根毛条。看着你说话啊，八条。八条说我也听不懂英语啊。八条真的就跟个小孩一样，他就爱跟人互动。麦特斯给他喂的这个是 WeCare 的功能肉条，这个肉条里面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他们挪威亚克提供的。咱们小院的猫咪狗狗呢是每天都在吃，所以它们的毛发都特别顺特别亮，掉毛量也很少。你为啥不跟其他猫玩啊？八条。出去玩。反正是跟其他猫玩还不如出去玩。然后他出去玩的时候呢，戏也是特别多。他每次都是假装在那边闻闻草，然后左看看右看看，然后一趁我们不注意，他就想从院墙旁边那缝隙溜出去。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八条，我看见了。你戏咋这么多呢你啊？咱们吵吵终于出院了。他当时住院的时候，咱们还没有搬新院子呢，所以回来这边以后，他是一脸懵。这是哪儿啊？当初捡到他和浅浅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满月，我跟小智每天是定闹钟给他们喂奶。八条呢也很喜欢这两个妹妹，还会主动帮他们清理屁屁。好不容易给几个小橘子都养到快成年了，吵吵又突然生病了，在医院里住了1个多月，他的状态不仅没好转，还越来越差了。最后医生告诉我们是癌症，让我和小智把他接回家，让他度过最后的时光。但我们不愿意放弃，当时有好多人替吵吵祈福，还帮我们想了很多办法。后来我们换了医院，给他用了我们能用到的最好的药和治疗方案。整整9个月，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他的状态一天天好起来，也终于能出院了。不过现在还是刚停药的阶段，他的情况呢还需要慢慢观察。这次是一直照顾他的陈医生亲自把他送回来的，我们也顺便让医生帮忙检查了冻梨和不丢的嘴巴。唐老四这个好事精，他还直接跳到医生后背上，在那盯着看。啥？咋了？吵吵这一回来，其他小伙伴也全都围在旁边了。毕竟有很多新面孔嘛，为了让他好好康复，我就用毯子给吵吵的柜子挡起来了。结果呢，这个臭短短还凑过来，非要看吵吵。吵吵，快出来跟我玩！毕竟他们几个小橘子都是一起长大的，感情很深。短短呢又是个心思很多的小猫，所以每一次都是他来当显眼包。吵吵目前为止一大半的喵生都是在医院度过的，希望他接下来在小院能一直快快乐乐的。吵吵，你要多吃点哈，快点康复，听见没有？最近秋收的时间到了，工人都得回去干农活，所以院子又得停工几天。现在这天气真的很神经，前2天差点被冻死，今天终于是恢复正常了，就可以带八条他们在院子里待会儿。每次带八条出来，我都得感叹一遍，他的小心思真的超级多。猪蹄儿过来跟他玩，他就假装生气了，顺势就往门口那方向跑。
他这样如果直接跑出院子太明显了，会被我发现，所以呢，他就先停在那儿，假装发呆，实际上一直在观察我，看我有没有看他。你看，没说错吧？我刚才假装没看他，然后他就溜到门口来了。他真的就跟小孩一样，不过呢，小孩那些小心思，在大人眼里面真的都是小把戏。8条，臭猫，你考虑清楚啊！你要是不回去，以后不放你出来玩了。啊？快回去！算了，那我还是回去吧。臭猫，其实说啥他心里都懂。还玩？你玩个屁你！别唠唠叨叨的，快去拿吃的。臭猫，你自己先吃吧，我去看看吵吵去。哎呀，没地儿下脚了都。我们这都跟养了一群小猪似的，一过来就围着嗷嗷叫要吃的。给他们和8条吃的这个是兰氏的乳鸽烘焙猫粮，一包里面就有3只乳鸽，91%的鲜肉添加，满足猫咪吃肉的天性，干爽酥脆的甜甜圈颗粒，适口性好，还不容易黑下巴。得亏重庆给他们做了这个家常的猪食槽，不然都不够他们用的。叉叉，你干嘛呢？叉叉，哎呦，你开始撒娇了。来，让我摸摸，摸摸。哎呀，吵吵真乖呀，是吧？嘿嘿嘿，吵吵回来这些天体重还挺稳定的，刚停药的前2天还有点发热，那会儿可担心了。好在现在没啥事儿了。然后呢，他饭量也还可以，是吧，吵吵？是啊，嘿嘿嘿，吵吵真乖。来，让我们吵吵小美女给大家比个心，带大家到猫屋里待会儿。哎，臭猫，你往哪跑？哎哎，乖乖！院子没装修好，现在每次开门都得小心翼翼。咱们院这些猫已经形成一个猫咪江湖了。这2天我就发现短短有明显的慕强心理，特别好笑。大壮是咱们小院第1只猫，然后又有霸气的外表，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老大。短短是每次看见它都服软，还会主动凑过去贴贴。甚至连大壮睡觉的时候他也要陪着。然后是乖乖，虽然他地位没大壮高，但他特别欠儿，不管谁从他旁边路过都要扒拉2下，是个典型的刺儿头。然后短短呢，天天就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乖乖，甚至乖乖上厕所他都会在旁边帮着埋。木木就属于看面相就知道他不好惹，他平时还好，但只要他发神经，大壮都只能认怂，因为他的毛啊特别厚，属于是把防御力点满了，谁跟他打架谁吃亏。然后短短在他旁边就像个小媳妇儿似的。哥哥，大脸盘子是最后来咱们小院的，本来他地位是不高的，尤其是刚到那会儿，精神状态也不好，毛发还像稻草一样特别拉手。然后我就每天给他喂 WeCare 的南极磷虾油，他们家的磷虾油都是诺维亚克提供的，品质很高，适口性也好。咱们小院的猫咪狗狗是每天都在吃的。现在呢，大脸盘子整个状态都好多了，毛发呢明显变柔顺了，掉毛量也很少。它的状态变好了，地位也跟着高了，都开始给其他猫舔毛了。上次猪蹄进猫屋欺负短短，大脸盘子上去就给了猪蹄几个大逼斗，还不让猪蹄靠近短短，他这一下直接就给短短征服了。然后呢，短短就开始天天黏着大脸盘子，每次大脸盘子给其他猫舔毛，他就会挤到中间去。大脸哥，你不可以给别人舔毛。不行，大脸哥，你只能宠我一个。短短，你个小公猫，你怎么那么不害臊啊你？哥哥，你看他又说我。最近大脸盘子跟短短是天天黏在一块儿，你俩害不害臊啊？啊？要你管！大脸哥哥，你干啥呀？能不能正经点儿？哎呀，哥哥，你这也太肉麻了。大脸盘子明天已经开始受不了了。我可真是服了。短短，
你大脸哥都烦你了。你胡说，才不会呢！这边东东正在给汤老二舔毛呢，短短突然就跑过来了，可能他是想试一下大脸盘子的反应。东东哥，然后大脸盘子那表情明显是生气了。你管谁叫哥哥呢？他刚才就叫你哥哥是吧？看我不打死你这个狗东西！你有病啊！是他叫我，又不是我主动的，真是没天理了！一声哥哥，让两个男猫为我大打出手啊！好啦，大脸哥，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好哥哥。那行吧，有时候真想咬死你。这几天咱们小院的泳池还有鱼池都已经在动工拆除了，拆完以后呢，这院子就跟废墟一样，特别脏。所以呢，我妈就把小胖先接回原来的院子了，等我们这边装修好了再把他接回来。之前就老有人问，为啥在院子里我还非要把小胖拴起来？因为小胖他把谁都当好人，跟着别人他就跑了。我们已经出去认领他好几遍了，找到他的时候呢，他还赖在外面不走，一堆人围在我们旁边看笑话，真太丢脸了。最后还多亏是拖把跑过来，叼着牵引绳硬给他拽回去的。当时收养拖把的时候，我们还在说他连个家都不会看，看来这关键时候还是有点用的。不过现在拖把和抹布也一样是拴起来了，因为他俩一到饭点就跑到镇上去要饭。就因为他们仨，我跟小智都快在镇上出名了。吵着回咱们小院有半个月了，这2天呢，他又开始不好好吃饭了。我怕他是因为看见其他猫在外面，就他被关着，所以不开心，就把他放出来了，想让他适应适应。一出来呢，就忙着到处磨爪子，看来在里面真的是憋坏了。叉叉，心情好点没有啊？开心啦。吵吵是有单独加餐的，但其他猫都还饿着肚子呢，再不喂啊，他们都该不乐意了。给他们吃的这个是麦麸迪的 buff 烘焙猫粮，麦麸迪尊重犬毛天性 ，buff 丛林食谱，科学配比肉骨内脏和天然植萃，一口吃下去的是整只猎物的营养，天然草本组方能让猫猫的状态更稳定，给它们吃起来也很放心。吃饱了以后，这群臭猫就都排着队在门口盯着院子看，看得出来他们都很想出去。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加快进度，等院子装修好了，就能让他们都去院子里玩了。